面对失去中国市场的危险，波音终于扛不住，开始求饶了。但不是向中国，而是对美国求饶。是的，你没看错啊，是向美国政府求饶。因为美国联邦政府主动挑起的贸易战问题，可能导致波音失去民用飞机的主导地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熊猫，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。这是3月30日，波音总裁兼 CEO 戴夫·卡尔霍恩对美国发出的严厉警告。为什么波音如此着急？说实话，都是被逼的。因为就在2月份，波音最大的对手欧洲空客发布了财报，并且将与中国的关系和扩大销量作为对等期望。这下波音 CEO 直接坐不住了，直言承担不起失去中国市场的后果，因为这后果很可能是失去行业龙头的位置。很多网友可能会很好奇，为什么2家民用飞机巨头打架需要中国说了算？也有网友借机询问，中国的大飞机有没有可能借此机会发展起来呢？今天熊猫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波音1916年成立于美国，早于空客的1970年。波音一开始作为美国的军火商起家，直到1955年才成功交付4架中远程喷气运输机707，正式进入民用航空客机领域。到了1967年，波音迎来了创世神作737机型。这款经典机型一直经久不衰，直到2020年，全球还有近6000架波音737系列的飞机仍在服役。1970年，波音又将747机型投入运营，同样深受市场的喜爱。截止到2020年，波音宣布不再生产747之前，波音总共交付了1550架747，连美国总统的座驾空军1号所用的机型也是由波音747改造而来的。可以说啊，波音借此一举登上全球民用飞机制造龙头老大的位置，在这个民用飞机制造领域无可替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波音自然也就开始傲娇起来。傲娇到什么程度呢？即使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，他们也可以傲娇耍赖。2018年10月，印尼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8发生空难事故，死亡189人。2019年3月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 8客机坠毁，机上150多名乘客全部遇难。在连续的严重事故后，波音一直没有公开到底是什么问题。以往西方很多重视人权的国家也都含糊其辞，谁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和波音。这时中国站了出来。当年3月份，中国民航局下发通知，暂停737 MAX 8的商业飞行。有了中国的开头，此后很多国家都陆续跟随，连美国和欧盟都不例外。面对众多国家停飞的事实，波音终于开始展开调查，承认出现技术问题。可以说啊，波音本来可以率先解决问题，但是面对中国的突然停飞，非常不适应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在2019年，波音只交付了345架飞机，比2018年的806架少了一半以上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波音应该是不喜欢中国如此快速的反应。那么被中国这么打脸，为何还要这么重视中国呢？这就不得不说他的老对手空客。空客诞生于1970年，当时为了对抗彼时的波音和麦道，英、法、德、西4国在1970年联合创立了空客，并在1974年成功交付了第一架宽体民航客机 A300。自此2家进入了相爱相杀的阶段。为了对标波音的737系列，空客在1984年开始推出了 A320 系列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截止到2019年11月 ，A320 的订单数量超过波音的737系列，达到了15193架。空客开始对波音垄断地位发起冲击，但是波音作为民用飞机的龙头老大，市场存量和技术还是有一定的优势。比如处于民航客机食物链顶端的747机型，空客虽然推出了比波音747更加庞大、载客人数更多的 A380， 但是由于推出的时间晚，市场对于这一类型的宽体飞机需求下降，未能像 A320 系列和737系列一样形成对峙效果，最终只交付了240架，并在2019年就宣布停产。所以在全球市场上，波音依旧占据主导地位，尤其是2019年 WTO 裁定空客获得欧盟补贴的事实，也将给空客造成极大的影响。2019年全球民航机市场中，波音占了38%，空客紧随其后为28%。这还是波音737 MAX 停飞造成的后果。如果不是波音737停飞事件，那么大概率空客公司与美国波音的竞争将一直纠缠下去。但是这种纠缠在疫情后发生了改变。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有多大？看看波音和空客就知道了。2020年新冠疫情给蓬勃发展的全球航空业当头一棒，甚至将很多公司直接打入地狱。英国廉价航空弗莱比航空公司和墨西哥航空公司相继宣布破产。8月，美国航空公司宣布裁员4万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航空制造业怎么会独善其身呢？仅去年一整年，波音净亏损就达到了119亿美元之巨，甚至市场上还出现了波音公司卖楼还债的传闻。而空客的情况稍微好一些，但净亏损也有11.3亿欧元。
所有人都在咬牙坚持，期待疫情赶快过去。但在这场疫情中，却有一个国家迅速复苏，那就是中国。在世界各国航空停滞时，中国率先开启廉价航班，之后由于疫情控制得当，航空业迅速迎来复苏。但更重要的是比起经济的复苏，中国还有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，逼迫波音不得不重视。空客虽然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弱于波音，但是在中国，空客却与波音打得难解难分。2019年，中国共有民航飞机3818架，波音有1786架，占比46.95%，空客1838架，占比48.32%，两家可以说是势均力敌。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的政策，谁也不得罪。但是这个情况在贸易战后发生了改变。2020年，空客订单在中国的交付量达到了100架，而波音在全球的交付量才159架。这个结果直接导致空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51%，可以说是中国以一己之力撑起了空客的半壁江山。但是这还只是开始，中国的未来市场更大。根据2020年至2039年民用飞机中国市场预测年报里的预测，未来中国市场有7500多架的民用飞机缺口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以2018年交付量作为对比，波音和空客的交付总量也只有1600多架，7500架可以让波音或者空客马不停蹄地生产5年。为了争夺这个巨大的市场，波音曾经做过全球调研，全球未来20年的飞机需求预测下调20%，但唯独把中国市场的需求上调了6.3%。中国的民航市场未来20年将会产生3.1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，但是这个效益却随着美国的问题发生了改变，未来波音很可能分不到一杯羹。除此之外，更严重的还有一匹黑马也正在形成，那就是中国大飞机 C919。在我们所有人都在关注疫情的时候，我们的 C919 其实已经在悄悄行动了。今年3月1日，中国商飞和东航正式签署购机合同，预计首批引进5架 C919。最关键的是非常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交付第一架 C919 大飞机。虽然国产大飞机 C919 一直饱受技术上的质疑，但是对于商业化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。C919 立项于2007年，是中国自主研发并生产的第一架大飞机，它对标的就是 A320 和737。作为对比C919虽然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孩，但是坐拥全球最大的市场，它的潜力谁也不敢忽视。从2007年开始立项到2021年交付第一架飞机， C919是真正的15年磨一剑。截止到今年的3月份， C919已经收到了来自全球各大航空公司的815架订单。虽然大部分都是国内航班，但是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，在 C919 技术得到验证后，必然也会走向国际市场。而这个结果对于波音来说就非常不友好，不仅内忧外患，还有对手的不断蚕食，难怪波音会如此着急呀。但是熊猫想说，着急也没用，想挣中国钱就得匡正态度。C919穷起时，再来讨食就不一定能分到一杯羹了。当然，还有网友说C919的核心部件大部分都采用的是国外供货商，一旦被欧美卡住脖子，飞机连出厂的机会都没有这个问题就和之前 C919属不属于国产是同一个问题。我们打个比方现在的国产手机 MOV 的芯片有些用的是高通芯片，那么它们还算不算是国产手机？当然算，因为虽然手机的芯片是国外厂商的，但是手机的整体设计、专利等都是属于国产手机品牌的。所以同理 C919 也是一样，虽然 C919 的很多核心部件是国外供应商供货，但是飞机的总体设计制造仍旧是属于中国商飞的，所以国产大飞机的称号并无意义。再者说暂且不论我们准备了多少备胎，单单就这么多的国外供应商参与 C919 大飞机项目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利好的因素，适航证。什么是适航证呢？就是一架飞机如果要飞往一个国家，对应的就需要得到该国的认可证书。比如说 C919 要飞往欧美市场，就必须获得欧洲与美国的适航证。同样的，像之前日本开发的 SpaceJet 项目，即 MRJ 客机计划，由于欧美的故意刁难，迟迟不肯颁发适航证，导致该项目至今变成半死不活的状态。但我们的情况与日本的遭遇有着本质的不同，就是各自国内市场的大小不一样。日本受限于自己的市场小，无法养活一个客机项目，必须得依赖欧美市场。但是我们却不同我国的航空市场足够庞大。根据今年官方报道的数据，未来20年内，我国民用客机市场有7500架的需求量，按一架737 MAX 飞机价值7亿人民币计算，相当于还有价值几万亿人民币的市场潜力所以即便 C919 无法参与到国际市场，单单国内市场就足以养活 C919 大飞机。只要有足够的订单，就能获得足够的利润，再将利润投入到大飞机的深度研发，进入良性循环。所以总的来说C919 进入民用航空市场已经是个大趋势了。即便欧美再有意阻拦，也无法挡住中国大飞机成功上天的大趋势。当然对于 C919，不管争议如何，
我们都祝愿它在未来的航空市场能争取到 A、B、C 三国鼎立的市场地位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我们下期见。